嗨，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。各位听众好。最近 AI 还有半导体板块真的是上下震荡的非常剧烈。那如果您跟市场上很多人一样，正在这种波动里面找寻下一个价值我地，或者是防御卡位点的话，今天的主题真的绝对不能错过。就是您可以想象一下，一家原本做传统代工的工厂，突然摇身一变，变成掐住全球高阶 AI 晶片出货咽喉的关键要塞。哇，这个转变听起来蛮戏剧化的。没错，今天我们要来解读由 JPM 撰写的这份报告，主角就是正在经历这场营收大换血的中国晶片封测巨头，也就是长电科技。其实这份报告最值得关注的亮点是在他们针对 FQ2 FY26所披露的一些财务硬指标。JPM 这次是很重磅的将长电科技的评级调升到增持，而且把目标价直接锁定在110元人民币。等一下，110元，对，110元。那个估值我记得是基于40倍的1年期动态市盈率去精算出来的，对吧？但更夸张的是，报告里面预估说，在2026到2028财年这段期间，他们的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会交出高达46%的惊人成绩。没错，46%的高成长。说真的，一家过去主打低毛利的封装厂，现在就像是刚使出传统消费电子去库存的那种塞车路段，然后现在突然想直接切入由 AI 算力驱动的高铁轨道。这个46%的高增速，这份报告指出的具体底气到底在哪里啊？这个底气嘛，主要是来自报告里面剖析的两大物理重构战略。那第一个核心动能就是他们旗下长电微的 2.5D 还有 3D 先进封装产能，现在正在全速爬坡。等等，我们先厘清一件事，因为以前讲到封装，感觉好像就只是帮做好的晶片套上一个塑胶保护壳而已，为什么现在会突然变成 AI 算力发展的物理瓶颈了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因为现在的 AI 晶片运算量真的是太庞大了。如果您只是把晶片平铺在电路板上，那个数据传输的距离太远，就会导致严重的延迟跟过热。哦，就是通信跟散热跟不上，对吧？对，所以长电科技他们自研的净封装光学，还有高密度晶圆级封装，这等于是把原本那种平房式的市区，直接改造成超高密度的立体摩天大楼。哇，摩天大楼这个比喻蛮贴切的。是啊，而且还自带专属散热通道，这就直接解决了 GPU 集群最头痛的通信跟散热瓶颈，当然也提供了极高的毛利。原来如此。从简单的套壳变成盖摩天大楼，这个极高毛利的附加价值就出来了。那报告提到的第二个动能，就是收购 SanDisk 存储封装工厂，这也是同样的逻辑吗？完全正确，因为进入 HBM4 世代之后，记忆体跟逻辑晶片必须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。收购 SanDisk 的厂房，刚好让场电科技顺利把存储跟计算晶片的后段制程整个绑在一起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直接跃升为一体化整合霸主了。对，这也是为什么报告预估 AI 相关营收占比将会从2025年的21%，直接往上冲到2028年的40%。所以，把它们视为低毛利传统封装厂的这个标签，其实已经被彻底撕下了。听起来真的是蛮完美的。不过，要盖这些微观的摩天大楼，前期的 CapEx 资本投入应该非常巨大吧？我意思是，难道就算他们顺利吃下这些高毛利订单，短期的利润不会被庞大的设备折旧给吃掉吗？都没有阵痛期吗？您点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盲点。这份报告其实有明确指出两大下行风险。第一点就是您刚才担心的，前期庞大 CapEx 带来的固定资产折旧，这必定会在短期内压低整体利润率。对吗？毕竟设备很贵。是的，这是一段无可避免的财务阵痛期。那就算他们愿意熬过这个折旧阵痛期好了，全球地缘政治的变数呢？如果2026下半年贸易摩擦升级，那些盖摩天大楼需要的特殊建材，像是先进载板啦，或是特制环氧树脂，万一面临断供怎么办？这个正是报告警告的第二大风险。因为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的材料一旦断供，就会直接拉长新产能的排产周期。所以，报告特别提醒听众，作为防御配置的线索，
您千万别被每天跳动的民意指数给迷惑了。那财报季我们具体要看什么？财报季要紧盯2大实体指标，第一就是场电为 2.5D 还有 3D 的实质产能利用率，以及大客户出货斜率。第二就是 SanDisk 并网之后的毛利率整合速度。了解，也就是说，这才是检验那40%含金量的真实试金石。没错。那这样看来先进封装早就已经不是半导体的后勤作业了。这其实衍生出一个更有趣的反思，留给你去解决，就是如果封装现在已经变成了决定全球 AI 算力天花板的主战场，那么像 TSMC 这样的晶圆代工巨头，真的会眼睁睁看着传统封测厂吃下这块高毛利的肥肉吗？这真的很值得思考。还是说，我们即将看到代工厂与封测厂之间爆发一场全面的地板争夺战呢？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摘要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金宇，本报告提供的资讯仅供参考，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买卖操作的推荐。